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我相信10后的小伙伴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这个玩意儿是个啥，因为在我小的时候，烧完开水就是需要漏斗才能把水灌到开水壶里去的。突然发现自己老了，因为在现代社会几乎很少用到漏斗了。然而在 SCP 的世界有着这么一个屌炸天的漏斗，它竟然可以缩小任何东西，甚至是人类。在这里又要来一波回忆杀了。在哆啦 A 梦的某一集当中，他拿出了一个名叫缩小隧道的道具，这个缩小隧道就像是一个漏斗，人沿着隧道从开口大的一边走到开口小的那一边，就会相应的变大或者变小，身上的衣服也会变得更小。当时看到这一集真的是对我印象深刻，这脑洞也太大了吧。那说回到今天的这个 SCP， 它能被基金会收容，肯定有它厉害的地方。那么咱们废话不多说，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长按点赞3秒钟，和正正来看看这个漏斗到底有多么的屌炸天呢？SCP-786 项目等级为 Safe 级别，是一个用高密度聚合物材料制成的大型漏斗，外形和普通的厨房漏斗相似，在大口下浮雕有8盎司的字样，不过大口的实际直径为 1.14 米，小口的直径为 9.5厘米。它的实际容积为 408.8 升，是其所标称容积的1730倍，更精确的说是12的3次方倍。如果向 SCP-786 内部望过去，就能发现其不寻常的性质。无论从大口还是小口向 SCP-786 的里面望去，都会看到其内部是一个标准的圆柱形，两边的直径都是相同的。相应的，从小口或者大口处观察，所看到的物体体积也会变大或者变小。任何通过 SCP-786 的物体体积都会变成原物体的12倍或1/12倍，其中从大口进入的物体会缩小12倍，从小口进入的就会放大12倍，而且除非沿着相反方向从漏斗返回去，否则这种变化将是永久的。从理论上来讲， SCP-786 里面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被切断了，导致这些物品看起来更大或者更小，而没有实际改变其有效尺寸。这也使得任何有机物穿过 SCP-786 后都会变大或者缩小，但没有明显的外部伤害。其中人类对象在穿过它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良症状，就算大脑尺寸变小了，智力水平也没有任何下降。该物体自身也似乎是原漏斗的12倍大，但鉴于它不可能穿过自己，目前基金会也不知道它变大的原因。鉴于 SCP-786 的两边开口的尺寸，直径大于 1.14 米或小于 9.5厘米的物体都不能穿过它而变大或者缩小，于是曾经发生过相关事故，因此不建议活着的生物从 SCP-786 的同一口穿过2次，因为可能就会发生危险。最初 SCP-786 是在一家百货商店的地下停车场被发现的，当时该商店已经停业了数月之久，基金会对于该建筑进行了仔细的排查，还发现了一辆只剩圆大小的1/12的本田1989 CB ECB 400F 型号的摩托车。通过该摩托车，基金会追查到了一个男人，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当时的2天之前，随后就再无踪迹了。目前基金会还是不知道这个男人是从哪里获得 SCP-786 的，而且根据现场可以明显的看到，他试着骑着他的摩托车穿过了 SCP-786， 但他为何要这么做，最后变成了什么呢？都无从得知。目前 SCP-786 无法自由活动，它的特殊产物似乎都很安全，并且都在预测范围之内，它应当被保管在 Site-19的一个安全储存室内，并对其采取标准的监视防御措施。另外，工作人员必须要保证该储藏室内不能有任何害虫或者害兽。该收容房间必须保持密封，以防止昆虫、啮齿类或者其他更小的动物进入。每隔2个月还必须要用烟熏一次。那么看到这里，我在想，当初那个骑着摩托车穿过 SCP-786 的男人，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这个 SCP-786 的异常特性，于是打着如意算盘，借此犯罪，可以通过这个漏斗逃跑。所以这个男人靠着这个缩小的12倍后就隐藏了自己。不过他也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原样了，因为 SCP-786 已经被基金会收容了。去哪里才能恢复原样呢？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这个12倍漏斗，你最想做点什么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踊跃发言。正正倒想把这2个圆圆的硬币穿过 SCP-786，看看会有什么神奇的效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看得开心吗？那我是正正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